大家好，我是沈雨墨。生活中呢，我们会经常遇到一种颈肩问题——落枕。那么今天呢，我用1分钟时间来教大家怎么去解决落枕。在此之前呢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落枕。落枕呢，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，自己都出现过落枕这种情况。那一般情况下的落枕呢，即便是不调理的情况下，一天最长的也就是3天之内，症状就会缓解。首先来分析一下落枕形成原因。落枕呢，我们会发现在早上清晨发作的要多一点。有一种情况呢是颈椎病，颈椎病会导致我们落枕的发生。尤其颈椎病越严重的这种患者呢，落枕的次数就过多。我在临床上见过很多呢，经常会出现落枕，几乎每个月都会出现1到2次的落枕。那这种呢就属于有严重的颈椎病。那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我们不经常发生落枕的，晚上的睡姿例如枕头的姿势不正确，也会导致我们的落枕。每个人的落枕情况不一样，有的人是颈部疼痛，有的人是不能左转，有的人不能右转，有的人不能抬头，有的人不能低头。这里呢，我们的调理思路是：第一个，我们首先考虑胸锁乳突肌，因为胸锁乳突肌紧张呢，就会导致我们左右转头受限。第二个，要考虑上斜方肌，上斜方肌紧张的时候呢，也会影响到我们左右转头受限和抬头低头受限。第三个呢，就是斜角肌，斜角肌呢是相当重要的，因为前面我们也讲过，斜角肌呢分为前斜角肌、中斜角肌和后斜角肌。在我们的调理手法当中呢，无论是头部、肩部还是颈部，所有的问题我们都要考虑斜角肌的问题。所以说斜角肌呢也是我们重中之重。第四个呢，就是我们要考虑肩胛提肌。大部分的落枕情况呢，都与我们的肩胛提肌产生痉挛有很大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用几十秒钟，我们快速解决落枕这种问题。我们在调理落枕手法操作之前呢，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如何去诊断落枕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让患者做转头的动作，我们看他转到哪一个位置出现受限是抬头低头受限，还是转头受限，或转到哪个位置受限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，当我们的模特转头呢，我们会发现它旁边的胸锁乳突肌拉得很紧。那胸锁乳突肌它出现紧张以后，牵拉到我们的枕环关节使头部不能自然的去转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肩胛提肌，走我们的横突结节，下面呢一直到我们的肩胛骨的内上角。然后它出现紧张之后呢，转头就会出现受限。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斜方肌当斜方肌出现问题以后呢，尤其在肩颈的上斜方肌出现紧张以后，患者呢就低头抬头就会出现受限所以说这3个地方是我们着重去注意的几个点。只要是头颈部的问题，斜角肌我们必须要做。前面我们也讲过，斜角肌分前中后前斜角肌，然后中斜角肌，然后后斜角肌。所以说头颈肩部分斜角肌我们这个地方一定不能忽略。下面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落枕调理手法。好，首先我们还是找到胸锁乳突肌。好，我们把手抠进去，做的是内侧里面这个面。然后处理胸锁乳突肌，我们顺便把前斜角肌也一块做了。这一块是胸锁乳突肌，再往后面我们做的是前斜角肌，所以我们一块都把它给做掉。
这是我们处理的第一个点。处理第二个点，来，第二个点呢，我们处理上斜方肌。上斜方肌的位置呢，上面这个头呢是在我们的枕后高骨旁开，下面这个头呢在我们的肩峰的位置啊，也就是我们内一带的一个位置，这叫上斜方肌啊，是我们处理的几个点。下面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做啊。我们先找到高骨旁开2寸，稍微上一点，一样还是找痛点。好，我们处理第二个点。第二个点呢，在我们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会有点疼。上斜方肌。好，我们再处理第三个地方，后斜角肌。后斜角肌呢，我们把它的斜方肌往后面推，头往后仰，然后我们的手进去往下面触。这个手法我们直接可以触到第二肋，我们在第二肋上去做，点住不动或者左右滑动啊，这个做10到15秒钟，10到15秒钟就可以了。这个手法。好，我们再处理第4个位置。第4个位置是我们的肩胛提肌。肩胛提肌我们怎么去找呢？首先下面这个头呢是我们的肩胛骨内上角，我们先找到肩胛骨内上角，就是我们的肩胛提肌啊。下面这个头，上面这个头呢，我们怎么去做呢？我们就做颈椎横突结节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先从上面做，上面做完再做下边。好，刚刚我们做斜角肌，我们顺着这个里面上下滑动，然后往上走，往上走。这个手法我们做的是横突结节。好，我们再处理肩胛提肌。下面这个头，下面这个头，我们直接把手顶到骨面，把手触到骨面去做啊，一定要触到骨面，不触到骨面没有用。处理这几个点就可以了啊。我们也可以再放松放松。好，手法结束。